30年前多少人的夢中情車，年齡跟我差不多大。最經典的機車之一，2504缸水冷街車，簡稱藍寶石。這是一位老大哥的愛車，因為熱愛入手很多年了。過年回来想騎一騎，死活打不着，換了新電瓶和油管也不起作用，瞎折騰了一頓還是打不着。最後我用一部手機把它換了回來。之前一直沒有時間，現在這輛賽道越野車也修復好了，我準備把它重新整備一下，恢復到當年出廠的樣子。花了半個白天，发动機总算是拆了下来。我大概觀察了一下外觀，很多痕跡都證明它在曾經的某個時候被大修過。除了螺絲已經不是原廠的螺絲，最要命的就是看到這種膠，這意味着缸體可能是漏的。当初啟動的時候，我還以為出門踩了狗屎，走了狗屎運。一部手機換了一台成色不錯的小摩托，越往後心裡越是沒底。好在拆完之後，最主要的曲軸、瓦片、活塞都在正常的磨損範圍，沒有什麼問題。不知不覺又幹到了深夜，腰酸背痛的不行。看來弄完這台小摩托，我的小倉庫真的要裝修了。有個操作台，不至於一直在地上做事，那樣應該會輕鬆一些吧。不過仔細檢查，之前打過膠的油底殼並沒有漏。本來以為這台藍寶石已經變成了爛寶石了，現在看來還是值得搞一搞的。這一次清理，我不想那麼着急了，我想慢慢的體會這個過程，步子小一點，慢一點也沒有關係。
30多年的老車該有什麼樣的成色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認為這輛車之前測的缸壓還是不太高，畢竟是幾十年的老動力了，不能再回到當初強有勁的缸壓，把漏气的气门都研磨一下還是有必要的。經過這個漫長的過程後，再把發動機的外殼裝好，整體丟进噴砂箱，給它的外觀做個徹底的清理。经過2天的努力，这台發動機的所有零件一掃之前的模樣，呈現出了它該有的質感，我的心情也頓時美麗了起來。那就趁熱打鐵，開始組裝。伴着日落的余晖，發動機組裝完成。接着把化油器拆開清洗乾淨，這是我拆過眾多化油器裡算不上髒的一個，所以着重清理油嘴和油路，再把表面的油污清理一下就可以了。总共耗費5天時間，整個動力部分整理完了。雖然慢一點，但好在沒有辜負我這些天的努力。讓我們來聽聽它咆哮的聲音吧。接下來就是該整理整理外觀部分了。雖然比不上這輛越野車的工程量，但也是需要精細處理的活。
頭久的車一般都會有些驚喜，像這輛車架左前部分有些變形，坐墊也是翻了皮的，而且後尾蓋的角也斷了。不過這個角沒有掉也算是萬幸了。最讓我沒想到的是這個後擋泥板，可以說它已經是名存實亡了。估計之前的修車師傅都簡單，只用了幾根鐵絲固定。不過這樣也好，至少修車路上不會顯得那麼枯燥。本着能修绝对不换的原则，我并没有买一个新的车架回来，我用堆焊的方式把变形的地方填滿，然後再打磨平整，接着給整個車架除鏽清理。經過這個漫長的過程，我得到了一個看着還不錯的車架。接着把剩下的所有零件清理一遍，然後丟進自制的噴砂箱進行徹底的噴砂。做完這些，整車的修復工作也就快接近尾聲了。整车的翻新修復工作其實是很枯燥的，卻因為有了很多的不確定性，讓整件事情變得有趣了起來。我不追求極致的完美，我允許它有一些瑕疵。我喜歡把生活調配到讓自己愉悅的頻道。我執着的是低配的生活，高配的靈魂。本來打算外觀還原初始模樣，但是我突然來了興致，所以即興發揮了一波。發動機、水箱、車架和所有的小零件做燻黑色，幾個外殼做亮黑色，油箱這是我想做個結晶漆，即興發揮嘛，所以我對最後做出來的整體效果其實是沒有底的。但是山高路遠，不敢一往無前，不要怕，大不了從頭來過。經過打磨、結晶和噴漆，所有的準備工作宣告結束。雖然一輛摩托不比一輛車工程量大，而且這次我也比較佛系，放慢腳步，一點點的弄，磨磨蹭蹭，花了20天。今天也終於要完工了，接下來就進入愉快的裝車模式吧。
看着舊物換新年，總有一种說不出来的激动。也終於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下，這輛30幾年的小摩托，經過20天的蛻變，煥然新生。至此，小摩托的改造告一段落。這下我真的要把我的小倉庫收拾收拾，裝個修了。